2天咱们刚聊完央视春晚级別的王炸，那架沒有8·1軍徽、渾身淺灰、頂着 AVIC 跟0001編號的殲35A 外貿版隱身戰機，當時全網都在傳，妥了，這絕對是給巴鐵定制的隱身外掛，交付時間都倒計時了。結果呢，巴鐵的總理夏巴茲5月23號到26號正坐着飛機往北京趕，兜裡揣着機票，滿腦子都是喜提五代機的快樂。可誰能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，歐洲方向長笛一聲鳴，咱們的賽鐵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也爆出要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訪華。武契奇還特別驕傲地給這次行程定了個調，說這是他的政治巔峰訪問。這波操作直接看懵全網，很多人一臉懵逼啊！一個巴爾幹半島的歐洲小國，放着西方戰機不買，放着俄羅斯裝備不選，為啥偏偏盯着中國的殲35不放？甚至想不惜搶在巴鐵前面提前鎖定五代機名額，這呀就是本期視頻重點內容。你想想，老五這次來根本就不是來喝茶的，他分明是看準了停機坪上那架單輪前起落架、素顏沒噴漆的0001號殲35AE。要知道巴鐵還沒摸到方向盤，賽鐵直接帶着全款來卡位嗎？這叫什麼？用中國話說，這叫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。老五這一手歐式截胡，直接把中國隱身戰機的國際行情從開張擺攤炒成了全網爆單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歡迎來到老武器。要理解武契奇為什麼要來搶單，咱們得用博古通今的眼光看看塞爾維亞現在的錐心之痛。此前央視高調曝光的0001號殲35沒有8·1軍徽，通體淺灰，素顏塗裝，機頭印有 AVIC 中航工業標識。單輪前起落架，這四大細節之前我們只看懂了一半，大部分軍迷只知道這是外貿版殲35AE，去掉了艦載冗餘結構，是專門為出口打造的陸基頂配五代機。但極少有人發現一個致命關鍵點，這架0001號原型機根本不是為巴鐵量身定制，而是為所有中式防空體系國家量身打造的通用款。中國古人講，凡事預則立，不預則廢。中國軍工布局從來不走短線套路，以前我們出口戰機都是按需定制，一國一型，但這次殲35直接做通用化量產，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五代機不再是專屬特權，而是批量上架、公開鋪貨，誰先卡位誰先得。這也是武契奇不惜搶跑訪華的核心底氣。很多人疑惑，巴鐵深耕中式軍貿多年，體系成熟，合作深厚，憑什麼賽鐵能半路截胡？當然，這不是肯定答案。答案特別扎心，卻無比真實。相比於裝備齊全、空軍體系完善的巴鐵，塞爾維亞才是最急需殲35的天選客戶。這裡給大家科普一個全網冷門知識點：塞爾維亞如今是歐洲唯一全套中式防空作戰體系的國家，沒有之一。這些年賽鐵一步步拋棄西方俄式裝備，徹底完成國防體系大換血，打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式遠中近3層立體防空網絡。這套體系放眼整個歐洲都是獨一份。遠程防空，它用的是中國 PK3 中遠程防空導彈，也就是紅旗22的外貿版，射程覆蓋200公里，專門攔截戰機、巡航導彈、彈道導彈，是國土防空的第一道堅固屏障。中程攔截搭配國產配套防空系統，補齊中程防禦空白；近程末端部署紅旗19野戰防空系統，貼身保護核心陣地，做到無死角攔截。除了防空導彈，塞爾維亞的空中偵察、對地打擊、反艦作戰全部被中國軍工承包。CH 系列偵打一體無人機、CM400AKG 超音速導彈、雷石系列精確制導炸彈，全套中式裝備無縫配合，協同作戰。說到這兒，很多人還是沒看懂精髓。中國老祖宗說：“獨木不成林，單弦難成曲。”國防作戰從來不是單件裝備的單打獨鬥，而是體系為王，兼容制勝。現在的塞爾維亞防空有着中國盾，打擊有着中國矛，偵察有中國眼，整套作戰體系全是中國標準、中國代碼、中國數據鏈，但它偏偏缺了最關鍵的一塊拼圖：高空遠程攔截的五代隱身戰機。這就是塞爾維亞國防的致命短板，它的遠空近防空導彈只能被動攔截來襲目標，沒有高空主動出擊、遠程制空、隱身突防的能力。簡單說防禦體系拉滿，但沒有進攻利刃，只能被動挨打，完全沒法自主制空。而殲35陸基外貿版的問世，剛好完美補齊着最後一塊短板，
一旦塞爾維亞列裝殲35，就能實現殲35高空制空攔截、FK3 遠程防空加紅旗19近程防禦加無人機全域偵察的完整閉環。從幾百公里外的高空攔截到中程導彈攔截，再到近程貼身防禦，從主動出擊制空到被動全域防守，一套完整的中式五代機立體防空作戰體系直接在歐洲腹地落地成型。反觀巴基斯坦，雖然也需要殲35，但它目前的空軍戰力完全夠用。好比去年武器空戰，殲10C以對陣印度陣風已經能實現碾壓，梟龍戰機承擔日常巡邏、對地打擊任務，現有裝備足以壓制南亞空域。所以他拿到殲35屬於錦上添花。但塞爾維亞不一樣，沒有五代機，它的整套中式防禦系統就是不完整的鎧甲，有盾無矛，有防無攻，屬於雪中送炭，剛需救命。這也是為什麼武契奇這次拼了命也要搶跑訪華，提前卡位，因為他太清楚了，殲35不是一款普通戰機，而是整套國防體系的最後一塊核心拼圖。錯過這回再無最佳窗口期。說到這兒，肯定有老鐵要問，塞爾維亞為啥不買美國 F-35，不買歐洲台風戰機，非要死磕中國殲35？這個問題剛好戳中了全球中小國家的共同痛點，也是西方軍工霸權藏了幾十年的貓膩。首先，塞爾維亞是中立國家，想要獨立自主的國防權，但美國 F-35從來不是單純的武器，而是政治枷鎖、主權牢籠。中國古人講，受制於人，則寸步難行；自主自持，則行穩致遠。買 F-35必須加入美國軍事同盟，開放本土軍事基地，共享核心情報、戰機維護、零件更換、系統升級，全被美國拿捏。甚至戰時能不能起飛、能不能開火，都得聽美國指揮。當年土耳其就因為買了俄羅斯 S-400，直接被美國取消 F-35訂單，全面制裁。歐洲多個國家採購 F-35以後，國防主權被深度捆綁，徹底淪為美國附庸。塞爾維亞但凡敢買 F-35，中立國身份直接作廢，徹底淪為西方的棋子。其次歐洲戰機不僅價格天價，還存在體系不兼容、售後卡脖子的致命問題。塞爾維亞全套中式作戰體系數據鏈、雷達頻段、彈藥規格、維護標準全是中國制式。如果強行買西方戰機，兩套體系互不兼容，無法聯動，不僅戰力翻倍縮水，還會增加成倍的維護成本，相當於花天價買了個擺設。更關鍵的是西方一直針對塞爾維亞搞技術封鎖、政治打壓。此前塞爾維亞採購中式 FK3 防空系統，就遭到歐盟嚴厲警告，甚至以加入歐盟的資格相威脅，逼迫塞爾維亞放棄中企裝備。但武契奇硬扛所有壓力，堅持落地中式防空體系，因為他徹底看透西方的軍售是捆綁控制，中國的軍售是成人之美。中國軍貿堅守不干涉內政、不附加政治條件、技術開放共享的原則。你買裝備，我保質量；你怎麼用、何時用、部署在哪，完全自主決定。還能配套搭建本土維護體系，開放部分技術，真正幫各國買家實現國防自主。這也是殲35徹底火遍全球、碾壓 F-35的核心殺招。很多人只看表面熱鬧，巴鐵、賽鐵搶訂單，但真正的深層格局，90%的人都看不懂。央視爆放的0001號殲35。單輪起落架、陸基專屬、素顏可定制塗裝、AVIC 外貿標識，這一系列細節根本不是簡單的準備出口，而是中國軍工正式開啟五代機全球鋪貨時代的官宣信號。以前全球高端五代機市場被美國 F-35獨家壟斷，一手遮天，4億宰客，捆綁霸權。小國想要隱身戰機，要麼忍气吞聲接受美國霸王條款，要麼徹底無緣五代機，只能被動挨打。中國古人講，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中國殲35的問世，就是來打破這場不公平的霸權壟斷。性能上，殲35全面對標，局部反超 F-35，0.01平方米的極致隱身效果，遠超 F-35的隱身參數。雙發動力設計，安全性碾壓單發 F-35，故障容錯率更高，更適合中小國家國土防空。2.2馬赫最大速度，遠超 F-35的1.6馬赫。快速攔截、緊急出勤能力拉滿，價格上呢更是良心到底。殲35外貿版單價僅5000萬至8000萬美元，不到 F-35價格的60%，性價比呢直接拉滿，堪稱全球最親民的頂配五代機。最核心的優勢還是體系適配性，只要你裝備中式防空、無人機、導彈體系，殲35就能無縫銜接，即插即用，瞬間補齊空戰短板，搭建完整立體作戰網絡。
這也是為什麼不止巴鐵、賽鐵、中東沙特、阿聯酋、埃及、東南亞印尼、馬來西亞、南美阿根廷全都排隊觀望，蠢蠢欲動。誰不想花更少的錢買更強的裝備，得完整的體系，守絕對的主權？中國歼35直接給了全球所有受霸權壓迫國家一個全新的最優解。最後我們回到大家最關心的終極問題：巴鐵跟賽鐵誰能拿下殲35全球首單？說實話，現在的局勢已經非常明朗，不存在誰截胡誰、誰搶誰的說法，這是雙贏格局，更是中國軍工的全盤布局。巴基斯坦深耕南亞，穩住南亞戰略格局，徹底碾壓印度陣風戰機，終結莫迪的南亞空中霸權。塞爾維亞扎根歐洲腹地，在西方包圍圈中撕開一道口子，讓中式五代機體系正式落地歐洲。中國人講東方不亮西方亮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巴鐵守南亞，賽鐵破歐洲，两大戰略支點同時發力，直接讓中國高端軍工體系同時扎根歐亞大陸。最崩潰的當屬印度莫迪政府，之前印巴武器空戰4代半的歼十 CE 就能零戰損吊打印度天價陣風戰機，已經讓莫迪顏面盡失，夜夜失眠。如今巴鐵即將列裝5代隱身殲35，直接對印度形成跨代降維打擊，陣風戰機徹底淪為過時的擺設。更讓印度破防的是，在歐洲的塞爾維亞都搶先入局中式5代機體系，意味着中國軍工的影響力已經突破亞洲，輻射歐洲。印度引以為傲的軍事區域優勢徹底蕩然無存。美國同樣陷入被動，苦心經營10幾年的 F-35全球壟斷霸權被中國的殲35徹底撕碎。從此以後全球軍貿市場不再是美國一家獨大，小國終於有了自主選擇、擺脫捆綁的機會。美國靠武器控制全球的套路將徹底失靈。縱觀歷史器物之變終是格局之變，軍工之興終是國運之興。曾經呢，西方用堅船利炮封鎖我們，用軍工霸權拿捏世界。如今中國厚積薄發，逆勢突圍，用極致的性價比、無捆綁的良心軍工打破百年壟斷，重塑全球秩序。0001號殲35的亮相，從來不只是一架戰機的出口，而是一個舊霸權時代的落幕，一個公平新格局的開篇。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